大家好，我现在在贵州黔东南的成巩县，刚刚从湖南过来的。我本来打算去遵义的，现在特殊情况嘛，去不了，所以就来黔东南转一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非常独特啊。古代经常说的红颜祸水，冲冠一怒为红颜。那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大家都知道是谁吧？没错，就是陈圆圆和吴三桂。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叫马家寨，就是陈圆圆晚年生活的地方，并且呢，陈圆圆就安葬在这个马家寨。今天就来看一下，并且这个马家寨呢，生活的都是吴三桂的后人，也就是说，这个村的人呢都姓吴，叫马家寨，为什么又姓吴呢？等一下我们再来探索一下。但是今天就是来看一看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一进入这个马家寨，这里有一些图案呢，可能画的就是陈圆圆来到马家寨这个过程，看起来有点像啊。陈圆圆在马车里面带着小孩，然后这些画是展示的，可能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进行开垦、进行建造、进行建设。因为最早的时候，这附近呢都是荒地，陈圆圆和他们那一些人来到这个地方，才建设成了马家寨。说的简单一点，陈圆圆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啊，陈圆圆是逃难的。陈圆圆呢，她是属于明末的人，出生于古代的苏州，那个时候叫吴门。那么后面呢，有人想把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因为陈圆圆非常漂亮嘛。但是崇祯说，我国事都忙不过来，女人就算了。那最后呢，陈圆圆嫁给了吴三桂。那吴三桂对陈圆圆呢是非常宠幸的。但是后面爆发了一个明末起义嘛，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啊，姓刘，就把陈圆圆占了。说白了就是强抢民女一样的。那么当时李自成派人去招降吴三桂，那吴三桂已经答应了，准备回去北京。但是呢，在途中啊，接到家里的那个家丁来报信，说家里的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抢了。那吴三桂非常生气，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然后他就停止了，进而投降了当时的清，就是多尔衮那边，引清兵入关，最后呢跟李自成决战，李自成失败了。那么吴三桂呢，从北打到南，一直追着李自成打。那最后李自成说兵败在湖北九宫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呢被清朝当时纷纷为王，吴三桂就来到云南，当时叫做平西王。那当然了，陈圆圆又回到了吴三桂身边。我们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只是说美化吴三桂，并且呢，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真正到了吴三桂那个级别，他不可能为了一个这种事情就投降清朝。其实说白了嘛，也是为了利益。可能当时他投降清朝，那么多尔衮呢就给了他许诺，你来投降我，我给你什么好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结果果然呢，把他分封为一个王爷，当时是异姓王啊。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不管是哪个朝代，分封异姓王是非常少的。最开始的时候，刘邦分封了异姓王，但是异姓王后面被铲除了。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从古至今能够被封为异姓王的人，功劳很大，但是呢，同时下场都也很可悲。最后呢，吴三桂他又打着那个反清复明的称号，谋反，就是谋当时清王朝的反。那当然了，清朝就会全力镇压他。最终我们都知道，吴三桂兵败了。那么兵败的话，大家都知道，这种的话下场是很惨的。当时清王朝呢下令要把吴三桂整个家族都要灭掉。那当时吴三桂去世的时候，当时他的手下呢也知道他们打不过清王朝，所以呢陈圆圆还有
吴三桂手下那个军师叫做马宝，他们就秘密商量，要把吴三桂的遗体啊运到贵州来，暂时我们说的藏匿起来一样的，等风声过后再安葬。因为当时运回云南昆明，那肯定是不太现实的。那最后呢，吴三桂的军师啊马宝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并且呢这里是一个荒地，荒无人烟。他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并且把吴三桂安葬在这里。后面呢，陈圆圆呢就在这里持家，教育吴三桂的儿子还有孙子。看到这一块没有？这里有很多墓地啊。那这一块呢，就是整个马家寨他们吴姓人的墓地，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墓地最早是谁？就是陈圆圆。那第二代相当于就是吴三桂的儿子。这里还有个很有特点的，我们经常说的男左女右，也就是说，一般男性是埋在左边，女性呢是安葬在右边。这里很多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里就是陈圆圆的墓地，安葬在这个地方。看看墓碑上写的是吴门聂氏之，为什么会写吴门呢？又是聂氏呢？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有一点呢，吴三桂去世之后，清王朝下令要灭吴三桂的九族，那陈圆圆呢就必须携带儿孙潜逃，在当时军师马宝的掩护下，以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的妙策，才使陈圆圆及他的子孙避开了清朝的搜捕。当时进入施州之后，也就是贵州，化整为零，分别住在各个寺庙。当时陈圆圆是住在天安寺，那马宝呢是住在另外一个寺。为确保安全呢，养育吴三桂的子孙，陈圆圆削发为尼，就当了尼姑，相当于是。所以大家经常看电视，有一个《鹿鼎记》，还有一个什么呢？袁承志的电视啊，都演绎了陈圆圆的故事，都确定他当了那个尼姑，这个应该是真实考证的，要不然不会都这么确定。特别是这个碑文呢，要考证一下。你看看上面还有一个我们古代说的乐器，笛子，还有那个弹的。这个相当于，因为陈圆圆们是当时秦淮八艳之一的首啊，就是老大一样的。那这个吴门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肯定不能写陈圆圆的名字嘛，因为当时清朝正在全力搜捕他们。正常来讲，应该写吴门陈氏嘛。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风险而防人盗墓。这个事情呢，一般就是马家寨的人才知道，外人是很难知道的。因为墓碑上写的是聂氏，但是听说家族内部啊，一直叫聂氏是陈老太婆墓，没有任何人叫聂老太婆，因为她本身就是陈圆圆嘛。那么这个墓碑的字尽管不多，但是经过反复推敲，有双重意思。吴门指的就是吴家和苏州，因为苏州古称吴门嘛。聂呢是指陈邢二字，陈圆圆呢本身就是陈邢二姓氏。为什么？他最开始是姓邢，就我们说的刑天的刑。后面他母亲去世之后，他的父亲就把陈圆圆放到他舅舅家里去养育，所以就改名叫陈圆圆。那么这个聂字呢，上面是耳，下面是双。耳呢就是陈有耳朵旁，那个邢也有耳朵旁。那么双呢，就是代表着其他的含义，就是说圆圆是两个字，所以是双。聂是这么由来的，这是后面经过大家去考证翻译出来的，所以说是这个样子。那真实的话可能就不太清楚了，因为隔得太多了。离陈圆圆墓的大概50米的地方就是吴三桂的墓。那么现在有吴三桂名字，那以前肯定是没有的。
可能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才确立了这个是吴三桂。当然了，他们本族的人是知道，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因为在清朝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能写吴三桂的，连陈圆圆的名字都不能写，因为毕竟他们属于我们说的逃难到这个地方隐居起来的，所以呢，他们整个这个村落，就是说大概一直在守护陈圆圆的墓啊，300多年。吴三桂他去世的时候是67岁，当时还建立大周国，称帝了，但是呢，那个正常来讲的话是不被承认的，因为他称帝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吴三桂的历史，吴三桂的故事非常多，我们也不用去讲，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呢，他这个名声啊，确实不太好。就我们说的，三国有个吕布3次弃主，然后吴三桂呢是2次，尽管他是说打着名号是反清复明，那吴三桂当时要谋反起兵，我们说谋反也好，起兵也好都可以。那陈圆圆当时还劝他，他说清王朝经过这几十年已经稳固下来了，你现在跟他们对着干起兵，估计是下场不好，就是说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吴三桂呢，他没有听，他觉得他还有希望。这个陈圆圆的墓和吴三桂的墓我们已经看完了，现在我们去找一下当地的村民，马家寨的历史和马家寨的由来。爷爷，你今年贵庚啊？我今年77了。哇，也算高寿了。那你向我介绍一下这个村的来历吧？为什么叫马家寨？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他们？好，简单的说一下吧。马家寨这个地名来源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因为马家寨并不做的人并不姓马，还是姓吴。对，是不是啊？为什么叫马家寨呢？主要是有3个方面。吴三桂的祖父啊，他是卖马为猎，贩马为猎啊。他就是从事啊，这个贩马，又把北方的马卖到南方来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纪念意义呢，就是说的是我们是吴三桂的后代咯。对。吴三桂的后人呢，是吴三桂的手下还有个有个将领叫马宝啊。他把吴三桂的爱姐啊和这个吴三桂的这个孙子吴世仁都是由云南送这个地方来。吴三桂来讲呢，这个当时和这个比清朝政府呢，好像快败的时候把他送来的。就是说吴三桂当时已经快失败了，大家都知道他赢不了。就是把这个他的爱姐陈圆圆和他的孙子一下送这个地方来。就是避难嘛，实际上。对，逃跑相当于避难。避难嘛。当时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人，没有开发，就是荒地吧？这个我还不太知道，反正是这样说的听说说，是上面有个大森林，姓陈的还比他们来的早。还早。下面这有个吴家湾的姓吴的，比他们来的早。还有第3个原因呢，吴三桂的外交马宝这个为了把吴三桂的尸体呢，这个秘密的送到这个地方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根据这3个原因呢，当时像是姓马了对不起来是姓吴所以这样的这个名字起马家寨这样的汉城了。那等于相当于就是说，他们是逃难来的，不能说是吴，而且用那个手下将军的名字来取这个寨子的名字就相当于是保护隐瞒的意思。这也是保存下来了嘛，保存下来了嘛。
这是3个原因。就是陈圆圆在这里大概住了多长时间？他来呢，他但是具体时间呢，他来这是来2次了嘛。第一次来的是随州啊，吴三桂的儿子啊，一些部将啊，把吴三桂的尸体送到马家寨这个地方来，安葬，这第一次来。来了这个安葬好了以后，时间不长了，隔壁他的女婿啊，姑娘头都接到云南昆明去了。当时这个马宝呢，就有这个吴英奇在湖南把派马宝的都把陈圆圆送到这个地方来。他送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前面这个地方，就是外面一点点，就前面这个地方。送来以后呢，这个最后的吴英奇呢，并把人慢慢的退啊，往云南这方向退了嘛，退到这个地方来呢，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了。他前线的这个战士，这个形势不好，就把他送到这个后面山上啊，还在老五常个地方住，在老五常那个地方呢，一直呢，在住的时间比较长，住在雍正年间。雍正年间好像对这个清理啊、吴三桂啊这些事情呢，慢慢的省下来了这样呢一才下来就这个地方叫马家寨。听说陈圆圆还当过尼姑是吧？出过家是吧？他下来以后这个大概1-2年的时间了嘛，他在后面呢，现在在这后面修个庵子。还有个庵子，他出面修的，这个庵子呢，以前呢还叫石子庵，这个也叫平安寺。哎，我看到全国其他地方，好像云南也有，就是昆明也有陈圆圆墓，因为以前都说他住在那边嘛，他也生活在那边。为什么那边有个墓，这边有个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墓是这个墓是真的，这个他有好几个地方有墓嘛，像湖南的衡山啦，这个四川啦，在云南都有墓，世界也是为了纪念他，对，为了纪念他，像马家寨到您这个时候大概传承了多少代啊？到10代11代到我们。到你们那如果加上后面2-3代，到现在为止传承了大概有4-5代吧。16代17代了，16、17代了。现在总共这个马家寨有多少个人，多少户啊？现在马家寨啊，这个光这个寨子上的人呢，只有250多户，200多户。那有。这个人口呢有1800人。那还挺大的了，也算是一个很繁荣的宗族了。我们是在这个寨子上职位最高的，现在是。对，现在你们已经是辈分最高的了。那是现在这个村子里面90多岁的有多少个？不多，反正还有啊。像这个马家寨，你们一直知道是吴三桂的后人，那外面是什么时候知道这里呢是吴三桂的后人呢？这些地方以前不知道，外面是80年代80年代常客的。那当时这个从清朝传承下来，估计每一代都可能有很少人知道吧？知道的人不多吧？包括你们这个寨子里面的人，2个人，就是每一代2个人。那个吴应麟还有吴启华那些人，是不是陈圆圆的小啊？还是说不是陈圆圆生的？就等于陈圆圆是相当于继母了。陈圆圆实际他没生小孩。但他的功劳呢是把马寨的后人保存下来，就是等于说他吴三桂这个家族没有断层，就是陈圆圆他费尽心思的把它保存下来、保护下来。所以说可能他们的后代才敬重陈圆圆。没有陈圆圆都没有现在马寨这一代人这些人，就是没有吴家这些人。所以说陈圆圆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吴氏家族基本上是遭到灭顶之灾。他能够把这些人保护下来，很不容易。不容易，而且关键是在古代那个时候，他因为是一个戏子出身，他没跑，对，而且还帮你吴氏家族保存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
刚刚我们听这位吴爷爷向我们讲述了陈圆圆为什么会来马家寨，并且呢，吴三桂的后人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陈圆圆花了巨大的功夫。故而吴氏的后人在这个地方守护了陈圆圆大概是300多年，也就是说他们传承了16代，一直没有搬走。